带你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英伦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先来关心到的就是美国跟伊朗目前的态势，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不知道状态是如何好，只知道它停火14天。好，那现在距离美国、伊朗的停火协议到期一轮要告诉大家进入最后的48小时因为说是在台湾时间的22号。好，但是中东的海上和平似乎最后一根稻草现在也要断了吗？我们先看到川普说美军的武力拦截并控制了一艘伊朗的货船。他说伊朗的货船船员没有遵守长达6个小时多次的警告之后，所以美军的史普鲁恩斯号导弹驱逐舰指示该船只疏散它的机舱，就发射了多发的炮弹，瘫痪他们的推进系统。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也曝光那当然这就会让大家觉得冲突也正在升高当中。好，川普当然对这件事情也有做一些表态。我们来看他说，史普鲁恩斯号导弹驱逐舰在阿曼湾拦截了这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念一轮不敢念，因为怕念错这个货轮而且要求他停船，但是呢，这个货船的船员拒绝听从美军的指令所以呢，史普鲁恩斯号把货船的机舱炸出一个洞。所以迫使他们停下来。好，那川普的回应之后呢，美国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有做相关的回应，说美军向一艘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轮来开炮，使其失去了推进的动力。那美国海军的陆战队也随后登上船并控制了这一艘船。好，那当然美国这动作真的蛮大的伊朗当然也有所回应我们看到他19号在阿曼湾海域也袭击了一艘这个伊朗的货船。好，伊朗的武装部队随后就发射了多架的无人机，打击数艘美方的军舰。那伊朗的军方说我们警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将很快的针对美军的武装海盗行为展开回应跟报复。所以现在看起来态势可能又在升高了。那原本就说嘛，停火14天，那现在看起来最后48个小时恐怕这场又要破局了好，那当然看到了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这个印度籍的船员在这一艘邮轮上面这是有一个波斯湾邮轮接收到的一个紧急无线电的录音也曝光。好，那当然这个背景我们要听一下这个音档说什么，因为他有讲到别开枪3个字，来听听看。Sepa Navy, this is Motoranga Sanmar Headal. You gave me clearance to go. My name second on your list. You gave me clearance to go. You are firing now. Let me turn back.好，那这个是刚刚一轮讲的印度籍的船员那当然呢，这个呢是4月18号，伊朗重新封锁赫姆兹海峡之后，这个船上有载200万桶的伊拉克原油。那当然，伊朗有用这个轰炸的方式对这艘邮轮来进行一些这个表态跟攻击。好，那我们看到了美军现在也是大动作但是伊朗根本不低头，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的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呢就有说，军队将坚定执行最高领袖的指令，要抵抗敌人到血流完，到最后一滴血，也为伊朗献上胜利。所以看起来这是非常非常的强硬。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则说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港口还有海岸线的蓄意封锁，其实违反了停火协议。那说是对伊朗民众实施了集体惩罚，说构成了战争罪，还有反人类罪。那伊朗的最高领袖目前还没有现身通常都是经由这个声明的方式得知他的想法。那现在他讲说，伊朗的海军已经准备好给敌人新的惨败。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不管是在军方的说法、外交部的说法，还有他们最高领袖，现在态势感觉是比较一定的因为之前在外交谈判上面的时候，有人认为政治领导跟军方的思考方式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看到美国这么大动作，恐怕也让伊朗觉得一定要硬干到底，不法度好，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军有3个航舰是即将集结。那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的是福特号目前在这个红海，那林肯号在这个波湾
阿曼湾这边。那布希号呢，现在也是绕过了这个非洲的南端好望角，那接下来在数日就会抵达中东地区，所以到时候美军的3航舰战力就会对伊朗施以更加的压力。好，那当然这个也表达了一些美方的讯号，我们等一下也请专家帮我们来解读一下。那看起来反制伊朗的威胁，现在美国还用了一个海上机器人，他们希望能够清除荷姆兹海峡的水雷。那就是随着美国海军的扫雷舰陆续除役，那包含水面的无人载具跟潜舰在内的海上无人机，正成为他们反水雷能力当中日益重要的一环。那他们是用声呐扫描海底来寻找水雷，那不会让水手面临了风险。好，那当然现在整个荷姆兹海峡还是蛮核心的一环，那要看接下来的态势会升高到什么局面。但是不管升高如何，这个油价就是最现实的状态了哈。好，那川普到底还能做什么呢？现在有人说他只剩放话的功能啊，说不再当好好先生。他说啊，这个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就要攻击他们的桥梁还有发电厂。那大家有觉得吗？如果他们不接受协议，川普说美国将摧毁伊朗每一座发电厂跟每一座桥梁。如果2个礼拜前有看一轮节目的时候，也会想到川普不是才讲一样的话吗？所以他就是一直同样的话，一直 repeat 的大家都已经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外媒也曝光说，川普为了伊朗战争其实非常的焦虑，还怒吼官员数小时脑海中重播一个危机的画面。我们来看是什么？这是知情人士说，川普得知美国 F-15E 在伊朗遇袭的消息之后，他就对幕僚咆哮了数小时，而且还抱怨欧洲的盟友的作为根本就没有。那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的时候，画面也不断的浮现在川普的脑海。好，1979年美国的外交人员沦为伊朗的人质重创当时的总统卡特。那这件事情也让川普格外的焦躁，很怕又有重蹈覆辙的状态。但是你不打这场战争不就没事了吗？通通都是你自找的。好，我们还是看到现在荷姆兹海峡看起来一触即发。那我觉得要进到下一轮谈判几乎是不太可能。我们先问赖老师。下一轮谈判现在变数很多嘛，所以还在等待。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凭什么可以在公海那是国际海域，美国凭什么可以在公海去要求伊朗的油轮停船？他凭什么？他没有这个权利，他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他也没有引用任何一条国际法。那他硬要这样做，6个小时之后他开炮把人家的轮机打掉了，然后让他强迫停船，这个确实是一个海盗的行为。第一个，美国先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这是侵略性的战争，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同意，也没有经过他们的国会的同意，所以他们的国会的限制60天，60天时间一到，国会可以要求你必须把兵撤回来。如果川普还是不肯把兵撤回来，国会可以冻结所有的预算的支出，那你的任何钱都花不出去的话，你的兵势必就要退回来。所以对于川普来讲，时间不在他手中，他只有60天的时间，可是已经用掉了40几天，快50天了，剩下的10天的时间只要10几天。所以我觉得川普着急到不行，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用的这个手段，国际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手段。好，那我们要问，伊朗在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凭什么？他也不合法，因为他也没有权利来封锁赫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封锁赫尔木兹海峡，是因为伊朗被美国人侵略，被以色列人侵略，但是世界各国都没有能力帮伊朗把美国、把以色列打回去，所以伊朗采用封锁赫尔木兹海峡的方法来抬高油价，用油价的方法，用经济战来逼迫美国，然后停止这个侵略的攻击。所以我们也觉得伊朗的手段不合法，但是可以理解。可是对于美国的手段不合法，不能接受，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的情形是，美国一直在强调一个，就是强权就是公理的一个，目前把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推倒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国际间是不是要回到琼林时代也就是弱肉强食的时代？还好，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中国大陆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稳健的一股
力量，所以才会有欧洲的国家、亚洲的国家更多的往中国大陆这边来移动，要跟他打交道。对，来跟中国大陆希望说，我们是不是来维持目前的战后的秩序？所以中国成为维持战后秩序的一个最稳健的一股力量，美国成为破坏战后秩序的一个最强大的，然后一个我觉得已经到语无伦次、颠三倒四的力量。那现在的情况是，伊朗是绝对不会屈服了，因为伊朗的军队已经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可以战到最后一滴血，我们不会投降。那你美国也不愿意出动全面性的地面部队作战，你既然不愿意出动全面性的地面部队，你有没有能力这样做？那你的轰炸基本上来讲，它的效果是在递减。那效果在递减，美国等于是要卷入一个这个无止境的一个战争，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噩梦。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的无能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束手无策，所以他只能暴怒、暴跳、生气，然后威胁。可是他的威胁都无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可怜，一个老头子变成是一无是处的一个老头子。对，所以有川普的接下来的领导威望，老师是不是觉得也会备受一些威胁？也不是威胁了，他领导完现在在崩塌中，他现在除了面对他自己的骂嘎群众，还维持了一点声望之外，正在崩塌中。而且这个崩塌不是在美国崩塌，是在全球的形象上崩塌。大概自我了解美国的政治以来，从小到现在看新闻报纸，到现在回来，大概没看到一个美国总统如此在国际形象崩塌的那我来延续一下刚刚这个赖教授的话，赖教授话之后，我来做一点补充。一般来讲，军舰会对商船、会对其他的舰只警告、开炮式，都只有一个情况，一个是双方是交战国，我已经宣布了，你就是我的敌国，你再用武力，我要拦阻你，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侵入到我的领海，然后我警告你，你侵入我的领海，我警告你。那这个时候，那你不听我的，我会对你强制手段，必要的时候我会开炮，是吧？这就是应该国际的简单的公则是如此。那今天我请问，这一艘船侵到了美国的领海吗？跟美国领海无关嘛？是不是？它是在国际海域也好，或者进到了这个伊朗海域也好，那你这时候警告他，你凭什么警告人家？那不跟海盗？所以为什么把它叫海盗就是这样？海盗就是我的船在海上走，所以就警告你不准开，我要上船，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不得人心啊，莫过于此。第二个呢，对美伊的之间呢，我还是抱持一个看法，我认为最后还是要 ending 了。那只是现在双方把双方的谈判技巧，你只要去稍微研究一下，大概我简单提一下，双方的谈判技巧是如此。依照这个呢，川普过去出版的书嘛，谈判的艺术里面，他所讲的，他说什么是最可怕的事啊？就是说让人家知道你的意图，这是谈判中最可怕的事。所以他一天到晚就是搞那些有的没有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你抓不到意图。第二个，哪怕你谈判的结果出来了，也不要以为这结果，还要再制造更大的压力啊，在结果之中还可以拿到更多的好处。这就是他商业谈判的逻辑，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逻辑放进来，你就可以知道，他每天就在那搞那一些满天是飞机啊，你不晓得哪一架啊。那可是呢，伊朗的谈判轴水，我们把它叫做巴扎谈判轴水，巴扎就是这个中东这个伊斯兰市场的，所以叫巴扎嘛。巴扎谈判轴水就是说我抬高价钱，然后呢，我们慢慢来讨价还价，最后呢，我把你逼到你啊。这个不得了，受不了了，好了，我答应了。这是巴扎的谈判哲学。只要你有需要，你没有需要，当然不需要谈判嘛。现在美国需要不需要停战？美国需要，所以现在伊朗的做法就是，我不断的来制造很大很大的压力，让受不了这样。好，我投降了。所以请各位知道，现在的就是一个是不让你知道我的企图是什么。一个现在不断的要制造让你承受不住的压力啊，然后呢，来最后做摊牌，两个一定要摊牌，因为不摊牌谁都下不了台。只是这个摊牌的过程里，会让我们就像天下大乱的看法。对，好，石亮哥怎么看？川普那个谈判哲学根本不能用在这里啊，
他的是房地产交易，对啊，问题是商业的交易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商业，房地产交易。对啊，对啊，就有没有成交？就只有成交而已啊。这个是10点对15点呢、你房地产交易个鬼啦！怪不得会乱成一团嘛。而且他最后出的招都乱了，他最后又围了一个大圈。你忘了你当初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开放能源市场嘛？你围了一个大圈，能源市场不是更疯？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就不客气了，中国大陆就派海军就直接过去，然后说我要打通贸易啊，你没有权利堵我啊，而且中国大陆很强硬的，你看那个美国军舰在那边，他就直接开到中间把你挡住，结果这个表现出什么？第一个，希望其实伊朗也是受到国际压力，所以他后来决定要开过路费嘛，那也是为了要开通能源市场啊。所以现在是伊朗跟中国大陆做的是要开通能源市场的事，你美国是不让人家出来，那美国那个就是纯粹就是在报复他的对手吧，就是我不要让伊朗港口的船出来，那第二我不要让中国买到油，不就这样吗？对，所以中国大陆就决定跟他硬杠啊，结果硬杠又证明了另外一件事。原来你美国不敢跟人家硬杠，我昨天一直在期待美国开炮啊，不敢开炮啊，对中国因为伊朗油轮开炮，或者对中国的军舰开炮都不敢啊，那你还打仗个鬼啊？你就是被人家看破手脚嘛。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比较麻烦的地方了。本来他是要干嘛？他是要占领哈格岛、欸，对啊，我们之前讨论的是是啊，结果远征军等等都到了，而且现在已经有将近上万部队在周边，结果不敢打地面作战。所以我跟你讲啊，美国现在有大麻烦了啦，就是全中东都发现你是纸老虎啊，全世界就是人家发现你不敢打地面作战，那伊朗的船你也不敢打。中国的军舰来，你也不敢对战，也不敢碰。所以你去想伊朗会怎样？伊朗当然就会跟着强硬嘛，一定是这样嘛。对啊，所以这个过去美国还常说这个欧盟的国家是纸老虎，这句话反而是要用到他自己身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会要问说啊，到底现在美国跟伊朗葫芦里卖什么药哦？好，我们知道现在他们的停火协议是到台湾时间的4月22号。好，那目前他们两国只有进行一轮的谈判，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就很关心啊。原本说在上个周末可能也会再举行另外一轮哦，但是看起来是落空的。那川普是有宣布说美伊双方立即重启谈判，还会派遣谈判代表前往巴基斯坦。那数小时之后，伊朗的国营媒体就说，我们德黑兰目前没有要计划参与对美国的新一轮会谈，这等于什么？怕又是打脸了川普非常的响。好，那伊朗呢又说已经为战火重燃做好了准备哦。伊朗认为重新开打的可能性高于继续谈判，所以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也说一旦重新开打，会让敌人经历永生难忘的地狱时刻，也就是非常积极的在呛虾好，那伊朗伊斯兰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说啊，德黑兰一方面积极的开展外交活动，另外一方面也准备好了军事对抗的准备。那伊朗不信任他的对手，而且做好应对任何战争的准备。所以看起来伊朗其实是对于接下来的态势是比较悲观的一轮的感觉是这样。好，那当然川普是证实美伊将举行第2轮的谈判，但是这回没有范斯好，那这是川普证实的啦，说跟伊朗进行第2轮的谈判，但是这次美方的谈判主帅不是首轮谈判时的美国副总统范斯。那川普否认范斯没去巴基斯坦是因为上次的谈判失败，他说不是这样子一切是出于安全上的考量。但问题就在说啊，白宫这边的
态度，说有范斯。白宫向 BBC 还有美国 CNN 等媒体透露说，范斯将跟魏科夫还有库许纳一起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来进行谈判。所以川普说没有范斯，但是白宫又说有范斯，所以我们要想的是，到底是川普有状况，还是白宫在故弄玄虚？好，我们都跨龙博，所以伊伦才会刚开始就说，到底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这真的可以贯穿整个现在外交谈判的状态哈。好，那还是要问到的就是一个核心问题，除了赫姆兹海峡，再来一个在外交谈判桌上面谈不拢的就是核问题了哈。好，伊朗的媒体就说啊，现在总统裴泽斯基安坚持国家是有权拥核的。好，这是出自于伊朗总统他的话，他说川普说伊朗无权拥核，但不指出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啊，川普凭什么剥夺一个国家拥核的权利？好，那当然，伊朗的外交部副部长啊，也有特别讲说，伊朗致力于通过这个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但绝对不会接受被当作国际法例外的对待。他说，伊朗不会接受在国际法框架之外做出的任何承诺，但是美国都试图要将伊朗视为国际法例外的做法，就阻碍了双方达成协议。好，那针对川普关于伊朗浓缩铀的言论，那这位外交部的副部长也特别回应说，伊朗这边是不会向美国运送任何的浓缩铀。好，那当然我们这个部分来听听他怎么讲。Tell you that no enriched material is going to be shipped to United States. This is non-starter,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are trying to secure a lasting peace. And lasting peace should be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United States cannot make Iran an ex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We as a sovereign state are entitled to rights embedded in international. 好，但是针对浓缩铀的部分，现在又有媒体是有特别讲说，中国对于接收或稀释大约440公斤的伊朗浓缩铀是持开放态度。所以你看到 Newsweek 美国的新闻周刊就有报道说，如果中国承担这个角色，将会为美伊迈向终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好，那目前中方这边还没有进行相关的这个回应，所以我们持续观察。但是目前欧盟的这个紧张状态其实呢就担心川普乱搞啦。我们先看到一直都是反这次战争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他是要求欧盟终止跟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理由是他认为以色列涉嫌违反了国际法。那西班牙是以色列的朋友，但是不认同他们政府的行动，所以敦促其他的欧洲国家要加入这项的倡议。那现在欧洲的盟友还担心说美国的谈判团队其实呢缺乏相关的经验，又急着为川普宣告外交上的胜利，那未来可能会选择跟伊朗推动一项引人注目却浮于表面的核武解除制裁的相关的协议。欧洲很担心这不是美伊无法达成协议，而是美伊会从一个很糟糕的协议出发，所以这会导致后续无穷尽的问题。所以欧洲非常担心华府造进求胜，反而会有一个烂摊子出现。那有外交官说其实这不是单靠握手就能谈成的房地产交易，而是涉及行动顺序，解除制裁跟对等措施有关的议题所以就不像川普过去嘛，他自己什么交易的艺术有这么简单其实国际的政治形势牵涉国与国之间，还有相关的国际法，是更复杂的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到底这个川普葫芦里卖什么药呢？我们问亮哥。其实川普一点都不是谈判专家了，他是退群专家了。他就是说我不要玩了，我走了。可是你去看他从第一任到第二任，哪一个谈判他谈成了？北韩也不理他，不是吗？乌俄也没有。不过我觉得北韩也给伊朗一个启示了。人家北韩偷偷摸摸他就做出来了，你伊朗要大张旗鼓，让美国以色列紧张的要命就到最后就一事无成了。不过中国大陆这个表态这个如果是真的我是看别的新闻我也看到这一点，这是很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大陆好歹是伊朗可以信得过的国家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那个浓缩铀60%的交给我，然后把它稀释，把它降低到民用的程度，
那再还给你。那伊朗肯定不会给美国的嘛，给美国就肉包子打狗啊，美国就不还你了。可是中国大陆他可能会会信任啊，那中国大陆也有这个能力了，那他愿意提说，如果美伊双方愿意达成共识，说这个浓缩铀可以交给我中国来处理，他愿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就好比那个阿布扎比那个王储啊，就是阿联酋的王储去访问中国大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在思考战后的整个中东的布局了，那他一定要做一些，就他一定要让人家觉得斡旋呢有贡献的，有贡献，他不只是把巴基斯坦给他进来了，现在巴基斯坦动作也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个都是中国大陆，像最近有几个指标啊，就是中国在这一局里面已经开始发生一些作用了。第一个就是中东的石油，现在用人民币结算，飙到41%，哇，这么高啊！这个远出大家的意料之外。这表示什么？表示海湾国家也开始对美国要保持距离，说他随时可以制裁伊朗，哪一天会不会来制裁我们啊？谁知道？第一个就是金融啊，就是人民币结算原油，现在是41%，美国是56%，这个是历史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啊。那第二就是我刚跟你讲的，中国海军直接介入霍姆兹海峡的外围嘛，然后要打开那个贸易通道啊。那第三就是这个何龙说他愿意代处理，我觉得中国大陆介入中东跟伊朗这一局会越来越深了。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介入。巴基斯坦也是爱吹牛啦，他最近放了个消息，说跟中国大陆即将达成一个120亿美元的军购案。那个不可能都放在巴基斯坦，一定会包括对沙特阿拉伯的布局。是，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中国大陆本来是在外面看的，那现在介入的程度越来越高。对，所以呢，在这场战事上面因为如果是真的快要到 ending 的话，这个中国大陆的角色好像已经慢慢浮现了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把这个局搞砸了，本来是一个好局、好牌啊。为什么？因为当伊朗在第一次谈判完了以后，那他也愿意就是说把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风控把它解除啊。虽然军舰是不能通过，但是民船是可以通过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美国也对全世界释放出善意来。美国在这个时候马上应该要抓到这样的一个，伊朗已经愿意达成平局，平局是双方都有体面的，有台阶可以下。结果川普谢谢伊朗，结果隔1个小时以后，我继续封锁你，那这个等于是羞辱伊朗了。那伊朗革命卫队当然马上就做反应了嘛。那我已经对你释出善意了，你还以为你赢了，你摆高姿态，那你摆高姿态可以，我马上把封锁收回来。这一封锁一收回来，川普没有办法下台了，没办法下台怎么办？我就扣你的船，扣不了6个小时，扣不了，我就把你打了。打了以后，伊朗当然就给你回击了。回击的过程中，这是美国跟伊朗的事啊。回击的过程里面，对印度的船就开始封控了。印度觉得很委屈啊，我的船好好的，你已经给我通过了，那怎么又不行呢？那又不行，你找美国算账嘛，因为我本来已经开通了，是你美国封我没办法，我重新起封，所以责任在美国不在我了。好，那双方卡住了，所以其实这个局是被川普自己搞坏的，本来是平局，平局就是一个双方都有体面的就下台了，结果川普搞坏好了，你现在派你的代表团，因为周末的时候西幺三洞，美国的西幺三洞就飞到了这个伊朗，飞到了巴基斯坦的首都，而这个画面被央视拍到了，独家画面，所以跟上一次的谈判的过程作业方式一模一样，也就是
上一次的谈判之前，西幺三洞先把相关的人员跟设备带来，带来了以后没多久，这个代表团的人就坐专机来了，然后就开始进驻会谈。这次也一样，西幺三洞在周末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哦要谈判了，结果你看现在伊朗跟美国卡住了，伊朗不来，然后那个美国的代表团说要出发了，啊，而且有的说已经出发了，那等于是专机在飞了。那专机说20号的晚上就到了伊朗来了，到了巴基斯坦。那问题就在于到底有没有范斯？那是范斯不愿意来，所以说没有范斯，还是你川普不让范斯来？这意义不一样哦。如果范斯觉得说我已经努力谈了，然后呢，结果你们又搞砸了，那搞砸了我不想来了，那不想来了，然后最后又说你要来，那是他不想来，被强迫来，跟说没有你的份了。然后，但是伊朗这边认为说没有这么高阶的人，我们不谈，那就又把范斯找来，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到底能不能谈？我觉得现在变成是要靠美国你给伊朗什么条件，还有要靠你巴基斯坦跟埃及、土耳其怎么去斡旋了。不然的话，你一方面在那边等，一方面不来，还能谈下去吗？对啊，所以这个结果论哦来说的话，现在看起来就是到底范斯有没有去也是大家的好奇。那甚至是伊朗到底有没有上这个谈判桌，也是个问题哦。顺峰委员，这有没有饭吃啊？跟能不能吃得成不知道了。有没有饭吃？是不是有没有饭吃？对啊，这练不好，我这国语不标准，练出来有没有饭吃啊？那么现在是饭好像不太好吃。OK， 那我们拉回来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谁能拥有核武是谁决定的？本来全世界有一个默认，当时中国大陆要发展核武的时候，也是美国跟苏联很想拔掉中国大陆的核子牙，只是拔不成，就中国大陆进入核子俱乐部了。五常啊，终于大家有一个默认啊，就五常拥有核子。可是不久之后就改变了，巴基斯坦跟印度两个人是共来拥有核武啊，全世界。谁能说他可以或是不可以？然后所以都知道暗中搞核武的一个就是以色列啊，他没有讲他有，但全世界都认为他有。那一个就是北韩金棒子，他也有核武啊。那到底行不行？那五常有没有能力去拔掉人家的核子牙？那没有办法拔掉人家的核子牙，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可以拥有核武？核武的拥有不有是谁决定的？是联合国决定的吗？是谁决？是哪一个霸权决定？所以最后就有一个核武与核武能不能成立，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我拔不掉，那我就承认你；第二个后面有大国在支撑，印巴后面有大国支撑嘛，以色列后面有大国支撑嘛，这才是个重点。国际政治就如此，台湾一定要搞清楚。第二个，我还是重复一句话：美国这一次的美伊战争啊，最大的特点就这么简单的结论。川普搞垮自己，就搞垮了美国，然后呢，搞坏了盟邦，从来没有像美国这么孤单，打了一场仗啊，从来没有一个盟邦在声援的。最后这个赢家是搞强的中国，中国莫名其妙就被搞强了。这个铀啊，会不会到中国去？我认为美国是不太会同意的了。那中国大陆会不会接收？理论上是好像会，但是我想最后，假如不是国际的决定啊，他不会轻易接收这个烫手山羊鱼，因为从某一个程度来看，你已经从旁观者到一个介入者，这个可能是不符合中国大陆长期的战略部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川普治理下的美国其实正陷入一个这个内忧外患的局面，但是要说这是他自找的哈。好，我们看到了跟加拿大之间关系啊，尤其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说了一个大实话，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Many of our former strengths, based on our close ties to America, have become our weaknesses that we must correct. We have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because we can't rely on one foreign partner. We can't control the disruption coming from our neighbors. We can't bet our future on the hope that it will suddenly stop. But we can control what happens here. We can build a stronger country that can withstand disruptions from abroad.
好，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卡尼呢，他就讲到了一个最务实的说法。好，那当然现在呢，贺锦丽说美国人其实不想打伊朗，川普是要转移焦点。好，他认为的转移焦点就是因为公众对爱普斯坦案的关注哦，所以川普现在才会去做要把这个打伊朗的决定。好，那中国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成赢家呢？现在中国的情报舰哦，瞭望1号是帮助伊朗监控美军哦，范围达到6000公里。那美伊交战，北京一枪未开哦，其实靠观战就成了最大赢家。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到一些这样的状况，也就是华府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哦，美国国安的战略，中东不再只是优先的考量地区，中国在旁边观察、搜集情资，而且悄悄的扩展了他们的影响力。那现在呢，中国的常见10升级版哦也亮相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中国对不起，是美国的军文网站哦，就有报道说，中国近期披露了升级版的常见10对地攻击巡弋飞弹，好，打击范围超过了2000公里，那具备更强远距精准打击的能力，好，意味着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长程打击选项进一步的扩张，也强化它在争议区域的吓阻力。好，但是日本最近做了一个动作，也引发中国的这个不满哦，也就是他们的海上自卫护卫舰雷号通过了台海。好，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国防部、东部战区相继的表态抗议，好，痛批日本哦，每次都是制造一些这个摩擦，转移内部的矛盾。那有说警告日方，如果再一意孤行，就会引火烧身，付出代价。好，但是要对比现在日本的状态啊，因为小原进次郎说，日本的国防开支已经逼近了 GDP 的2%目标。那现在也有人是抗议高市早苗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这是在日本国会大厦外哦爆发了示威抗议，他们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军事扩张，那也希望和平，要求维护宪法第9条的条款，明确放弃战争。所以看到很多人哦，他举的牌子上面都写 No War 的标语哦，不想要有战争。那现在美国的内部问题也是很多啊，像是五角大厦内斗搬上台面哦，说美国的防长跟陆军部长有冲突。那这是赫格塞斯跟这个陆军的部长，因为之前突然撤换了陆军的参谋长乔治上将，那现在哦，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在战前更换这个将领哦，真的会影响很多的指挥连贯性。好，那另外一个美国问题哦，就是空军了哈，因为面行飞行员的人力缺口，那现在有说啊，好多这个飞行员都想要转往民航机去发展，然后使得美国的军方在人力的配置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加拿大总理哦，讲了一个大白话。他认为对美国紧密关系从过去的优势已经转成一个弱点跟劣势了。好，那当然这是很多全球国家目前有一些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先问亮哥怎么看？加拿大最近动作越来越多，他去参加那个全球30个国家，就是希望维持核不在辖开放那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就。唯独没有邀请美国啊，那还有加拿大还跑去参加北欧的峰会，参加了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这些国家，芬兰，怎么会扯到加拿大呢？北极的峰会了，反正一定是跟格陵兰有关嘛。对，北极，唯独没有邀请美国。我觉得现在这个也不是跟加拿大自己决定的啦。事实上，我刚刚讲这2个峰会。其实都蛮重要的，一个是30个国家，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去了，没有美国。在谈伊朗的情势啊，一个是在谈北极啊、格陵兰等等问题啊，也没有邀请美国，没有。所以简单讲是，所以去美化不是台湾在弄啊，赖清德多看国际新闻啊，赖清德多看。新闻大白话啊，这个绝对不是台湾能够搞出来的嘛。这2个峰会以前美国都是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北欧要开北极的相关的会议，美国是一定被邀请的啦。然后你说欧洲要讨论伊朗的情势，美国也没有被邀请啊。这个我觉得当然就是川普。所造成的结果嘛，我觉得这个不只是退群啊，
就他给人家感觉的不可信任啊。是被孤立。我就是说，刚也讲到了嘛，刚刚我觉得赖老师讲的很好啊，本来跟伊朗有一个好的 timing， 那川普就是喜欢吹牛嘛，他一定要讲说啊，又是我的功劳了，伊朗决定要打开荷姆斯海峡了，革命卫队听着就很不爽嘛，就伊朗议长就莫名其妙被骂，逼得他被打耳光啊，就后来荷姆斯海峡又封了，这个坦白说啊，已经不是你的政策了，而是你的人品有问题了。对你的人品让人家不相信嘛。比如说，如果请你来，你搞不好在第一天就对外讲话了，那大家就不用开会了。我觉得他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问题，大概只有对习近平、对普京不敢这样干了。我觉得他对其他人都一样啊，他只管自己啊，不管别人怎么想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了啊。那高市早苗，我觉得他最近也是越走越疯了。比如说他那个雷字号，那个通过台海护卫舰经过台海，对不对？他事实上是要去参加美国跟菲律宾的联合军演。可是他过的时间刚好是4月17号，4月17号是马关条约的时间，131年前。那我觉得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啦。如果不是故意的哈，那就是脑神经蛮大条的啊。这个中国大陆当然会朝这方面解释嘛，你是故意的，就是你要来跟台湾提醒啊，我们曾经是一个国家。不就这样吗？那这个你想一想，中日关系会怎么去影响？中国当然是非常的愤怒嘛，就这样。好，在中国眼里可能就觉得你日本每次都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又踩我们的红线。赖老师，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做法，因为日本是一个仪式感很重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的做的任何一个动作，其实都是精心的设计跟计算的。因此，他是故意选4月17号羞辱中国的解放军了。其实他是故意的。解放军也知道嘛，所以你看，从17号、18、19一直到今天，在《环球时报》的社论几乎都在批这个日本，而且在第二天，就是4月18号的时候，解放军就直接穿越日本的水道了，而它那个水道非常窄最宽的也就40公里左右，80公里，所以即使你从正中间穿过去的话，你隔两边的就一个是奄美大岛嘛，一个横岛，那么你隔两边的话也都是40公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在毗邻区了。也就是说，你的领海是12海里，如果以换算公里来讲的话，将近20公里。可是你平海，你的毗邻区是24海里，所以它一定是穿越这个。那这个就告诉我，解放军派的是什么呢？派的是包头舰052D，那是非常主力战舰，有64垂发。那也就是告诉你，日本说，我直接马上就来了。而且这股力量是很大的，因为它本身可以把这个附近的所有的军事基地都把它摧毁，所以我觉得解放军的态度已经摆得很明白，就是说你挑衅我，我马上还给你看。而且呢，不要忘了，当那一艘船就是雷字号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解放军拍出去的是无人机，而放出来的照片中有一个十字口，那就是代表什么意思？你已经被我锁定了，我随时可以把你击沉。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多次的在节目中有跟观众朋友讲，就是说，不管是美舰或是日舰，他们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任何活路。也就是说，解放军的无人战机是完全可以把你摧毁的。它本身瞄准的就是它的这个武器库，就是那个垂直发射器的发射口，还有瞄准的就是它的发动机的一个动力口。那你知道，一个战舰，它的动力只要被击沉的话，它根本就是等于是当靶子打，它的武器发射口一旦被击到的话，它本身就从它的这个武器口里面爆炸，那很有可能自己会把它自己炸沉。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在马上的当天的时间就释放出这个讯息，其实就告诉你日本，你被我盯住了，而且我已经把你锁定了，我随时可以开火把你击沉。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第二天
我就到你奄美大岛了。那奄美大岛，你等于是告诉你说，你的所有的离岛，在中国大陆来讲，所有的水道都是中国可以自由航行的水道。未来解放军的战舰在日本的周边海域啊，举行实兵实弹的演练，还有航母进入日本的水域进行实兵实弹的演练，密度跟强度会越来越高。这代表什么？你来我这边，你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我连本带利都还给你。而且我觉得对日本来说，未来很头痛的就是未来的辽宁号航母或者山东舰的航母的战斗群。以前中国是避开啊，尊重嘛，相互尊，避开日本的这个海域。现在中国的穿越巴士海峡以后，或者是穿越宫古海峡以后，就往北走了。那未来越往北走，越来越往日本的周边绕的这个频率会越来越高。好，所以你说这个高市早苗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惹事呢？好，盛峰委员怎么看？我们先从日本讲起，日本的政界从高市早苗之后啊，还有小泉进次郎这2个来负责一个重要外交跟国防的工作，看得出来幼稚化越来越严重，跟过去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日本成熟的政客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日本政客啊，基本上他成熟来应对的，现在这个好像变成吃了迷幻药一样啊，跟川普差不多。这吃了迷幻药一样，因为今天日本的军力跟国力是没有办法挑衅中国的，这个是还在想到这个甲午战争，还在想到对日战争呢。那么这个抗战的时候啊，那显然日本是严重的错误。所以各位注意啊，双方现在是属于平和状态的国家，不是战争的国家，也没有开战了，也没有这个互相有战争的行为。这个时候，中国大陆用的字眼叫引火自焚，这是很重的字眼。引火自焚的下一步就是说，那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你心里明白吧？所以日本把国家带到成这个样子，当然日本的国内会有很大的反抗。第二个呢，就是本来以为只有墨西哥总统在讲的话，我们跟美国之间呢，这距离啊，上帝太远，距离美国太近，这样子的感慨，没有想到一个长期以来跟美国亦步亦趋啊，2个就合在一起的加拿大也说出同样的话，那显然是美国变坏了，不是加拿大变坏了。这个是，所以贺锦丽的讲话，要是啊他在2年前这样讲啊，或许就有机会了啊。贺锦丽终于讲的人话了，然后呢，赫格塞斯啊，终于干的烂事了。这个一来一比，这个2个人简直是不能比。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瞭望1号的存在，不止现在，这个中东战争一开始之前，瞭望1号就已经在外海，一直到现在没有走。那一直呢，在提供整个的伊朗蛮重要的情报。它有2个作用，一个嘛，就是中国大陆呢自己在收集所有的参数啊；一个呢是把这一些啊相对的某一部分提供给伊朗做一个参考。美国能怎么样子，不能怎么样，